觉得可能自己真的有那个条件，回家拍了一系列的那些在家里穿着行人、吹着风扇的那些照片。你有带来吗？这不是你呀、是不是很可怕？全听你说。人家会以为模特走路走 catwalk， 刚刚你们看到走 catwalk 是很简单的，其实是最可怕跟最大的心魔挑战。我也是最有恐惧的。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跌倒过。因为 fashion show 是 live， 它完全是 live 的，你不能 control 那个情况会发生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们的裙子真的很长，然后你要走得很快，你很容易就会勾到裙子，然后你的高跟鞋也很高。但是现在的模特我觉得好幸福，因为很多都是平底鞋，现在的 designer 出的很多都是平底鞋。我那时候的高跟鞋都很高的，最高穿过多少？最高穿过19公分。靠，对啦，我们决定讲90公分，我们每个人在讲不是比我小腿长，踩高跷咩19，你们不要笑我了，好了，再来一次，而且它是 double layer 的，它上面是 wedge， 下面就是 heels 这样子，很怕，很可怕。然后它的舞台又很长，又陡，就是很斜的。但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印尼，特地邀请我去那里走 fashion show， 可以 imagine how stressful， 你更加不能失败吧，因为你是被邀请去那里的。然后它是连续2天的 show， 我第1天就走得很不好，因为鞋子我不能应付，然后那个什么叫做走得很不好？就没有风咯，走出来就很像死板板的这样子。走路没有风，就是走得不好。对 ，OK， 然后感觉就是那个脸有怕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在展现衣服，是人家看到你也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然后 show producer 有说你明天最好走得好一点，压力很大了这个。然后第2天来了，哇！然后他的舞台或许应该只有这么宽，需要2个人走，一来一往嘛。然后又衣服。with 19公分的鞋子 with 衣服，然后我一出场来，那个模特儿就不小心踢到我的鞋，因为真的太窄了，连我的鞋断掉。然后在台上我就一拐一拐，但很紧张，我又想穿回去，可是我看又穿不回去，然后我就找东西扶咯，刚好那时候台上有一个 lamp post。然后我就去扶他，我忘记是假的舞台，然后我整个要跌下去了哎！幸好还没有掉下去的那1秒，就有一个保车上来 ，security 他就上来扶我回到后台，然后就哇怎么办，很紧张。所以你是说你整个现场是这样走出去啊？不是这样哎，我是这样子哎，没有一点点的是，就一开场就被踢到，然后就这样丢飞出去的。对，然后我就这样走，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你就是那种像喝醉酒的模特，一直这样。对，哎呦，很 sad 嘞，很紧张。我那时候真的是超紧张的，那套衣服我还没有走完的嘞，我这一出来就被踢下台了嘞。我就想怎么办？我现在要换衣呢，还是要继续走，还是怎么样？我整个是乱的，我的脑里面是。根本想不到东西，然后我就问那个 runner， 就是排我们出去的，然后就 change， 我就 OK change， 还是穿回一双新的鞋，但还是19公分。幸好我一出去，那些观众们都有鼓掌，就哇 at least 蛮安慰的，但更加有压力，对不对？我还有3套衣服要走，人就 finale 回到后台了之后 ，then 那个 show producer 来了。我很怕，因为他已经放话说你最好给我走得好一点 ，right？ 他过来他就摸我的手，他就说 Are you okay？ 我当下整个人蹲下来大哭。It almost feels like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你丢他进大海，你就只能生存，你就只能把他就是这4套服装你一定要解决，无论你怎么解决，你的鞋多高，你的脚，我那时候有一点受伤，因为不小心被他踢了一脚，我那时候是有一点受伤，可是你还是要把它完成。而且你是要光鲜亮丽的这样把它完成，然后又对那个东西已经有恐惧症了，又要在成千上万的观众再走出风采。对，而且因为你跌了一次，人家帮你鼓掌之后，他一定会再看他还会不会跌哈。后来印尼回来之后，我就拒绝接
fashion show，我没有办法，我真的压力很大，然后我的恐惧真的很严重，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路走来都学了很多，因为第一次跌倒的时候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尴尬，然后接下来我就觉得 OK 啦，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你跌倒了，你还是要再站起来就好了，而且就不要觉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我之后还是有跌，然后跌了我就会鞠躬这样子，然后就继续脱鞋继续走。所以跌倒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呀。所以模特这一行其实是蛮辛苦，没有外面想象的那么容易就上位，没有，而且上位的也就只有那么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是，最重要的是寿命很短。对，你知道那时候说到那个 competition right， 我那时候去米兰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很可怕。我们去面试，每一次的面试都是上千人的，随便一样东西啊，随便一样东西，上千个长颈鹿在那走来走去，哦，好壮观哦，都是一群长颈鹿哎，到处都是的。我跟你讲，在那里，因为每个人都在那里等一个机会，在那里很多很漂亮、很美的人。然后都在等一个机会，所以那里其实很多工作他们都不收钱，只要能够上他们就很开心，成为他们的那个 portfolio。对，所以那时候我才18岁，我的本子也没有说很好，也没有很多照片。等去 audition 上千个人，你可能要等2个小时，等到你的机会的时候，那个人可能讲拿你的 book 来看你一眼，看，然后他就了事，可能1秒都没有。对吗？我就说 fashion line 的人很磁场很大，我就觉得哇很难过哎，真的是。就你们2个钟头就真的是这样拿着包包在外面这样。对，而且我们去 audition 的时候，一天是要拿着很多东西的，需要带3套衣服，一套是 casual wear， 一套是 gown， 就是 dressy 的，然后一个是 corporate wear， 就 shirt and pants 才是这样子。3种造型。对，3种造型，然后你的鞋子也要搭配，就是你。everything 都要 match 的吗？就是要美美的。包包要放着 ，in case 他们讲我要你这个风格，就马上换。对 ，OK。可能当天你的 agency 会跟你说，哦，今天有突然间加了一个新的 audition， 你就一定要有那个准备好要去的东西。一天要大概跑几个 audition？ 有时候4、5个，有时候6、7个。然后包包都拿这么多的东西，就这样一直背着。一直背着。那时候也没有开车，没有钱，然后也没有钱搭德士。我们撰稿叫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拿行李？因为很丑。对，只有Jenny Auntie你会问这个问题咯。好像问 Auntie 说：“你去巴萨为什么没有拿戳力啊？”真的，很辛苦，他的肩受伤了，还是要美。对，你怎么可能穿到美美的来一个？可是我跟你说，在模特儿的时候学到很多东西。For example， 你知道我们的腿有时候不是会抖，走路的时候会抖 right？ 你知道你模特儿是怎么样的吗？喷 hairspray， 但他不抖呀，人太重太大片的，那个很多。我昨天才在玩，他说：“你穿，然后如果高跟鞋就是在台上舞台太滑的话，你喷 hairspray 也可以喷 hairspray， 不然就抹一层可乐。可乐涂在这边，你是心机吗？真的，因为它黏，它是甜嘛，它会 sticky。真的，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然后你回来新加坡，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巧合？我那时候大概29、30岁的时候，然后也差不多。我觉得要转行，模特的那个寿命差不多了，你已经算太长了呀，已经长，我觉得已经超越我的 expectation 了。那时候我有想要就找另外一份工作 ，for example， 我有去银行应征，我想要做 banker。我知道，我现在觉得也是很好笑，为什么我会要做 banker？Anyway， 我就去面试，然后其实应该也能拿到那个工作的。后来我就想想，应该不是太适合我，就没接。因为我有design 衣服，然后你也开了你自己的，对，同时也开了自己的 agency， 所以就有要做其他的东西，就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机缘巧合，刚好龙敏就找我。但那时候我不认识龙敏是谁，但我听过龙敏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拍的戏都很好。我想哇，他要找我做主角，像我是不是应该去见一下？然后我就听了那个角色大辣辣的，挺像我的嘛，就OK try 看看。进电视台拍戏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没有，真的没有，一点都不简单。你又没有基本课程训练你哦。是，虽然同样是，可是我的工作都是这样子，我的工作都是要 learn from job 的，都是要被人家骂，然后骂了一轮之后才懂的。所以你进来拍第一场戏的时候，或者第一个镜头，你怎么样融入这个角色跟拍戏跟 culture show？ 其实我觉得刚刚开始的前1个礼拜，我是抱着好玩还有很新奇的心态，所以也没有说紧张还是很压力，就当然会有一点压力，但我觉得哇 ，it's very fun。然后是去到可能第2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场戏，导演就是很爱家福啦，家福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可是，在片场的时候，当你在很紧张，在念台词，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开玩笑，我就很 stress， 我哭了，他被他吓死哎！哭完之后还是要继续拍，就很像我的 catwalk 这样，对不对？你跌倒还是要继续走，所以就还是把那场戏拍完了。等后来家福就懂了 ，OK， 这个不可以玩的，这个是不可以玩的，集中精神的。这个女人是会哭的，不可以玩的。但是也不是啦，因为可能是你刚进来吸收太多的那个资料。但我们现在也有说有笑啦，就是当下的时候，他明白，他后来才明白，原来我很有压力。然后你那个时候怎么样知道说什么接戏、run down 衣服？要感谢黄俊雄哦。So nice, right? 呀，所以我们的共同点都是我们很爱俊雄，看到他的魅力跟善良，他教了我很多，他很愿意分享。到现在为止啊，我还是最敬佩他的，就是他拍完戏他会去看 playback。对，他现在我不知道他现在还会不会，但那时他已经入行有10年了吧，我想。然后后来拍戏，我才发现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让我非常敬佩。然后再加上艺人啊，本身对四周围的环境就要很 friendly， 跟你以前 model 装一个那个白灯的脸是不一样的。艺人这个对我来讲还 OK， 因为我是本来就很喜欢爱笑的人。OK， 你本来就爱笑爱聊天，可是你的磁场要忽然间换掉，因为你不笑，我都说了，你可能会很可怕，因为人家就感觉哦 super model。所以你要不要特别去散发那个亲切、和蔼可亲的磁场？我觉得不需要，我就做回我自己。其实我挺喜欢，我喜欢拍戏的原因是那个团队精神，就是大家是一起在3个月就经历同样的一个东西。我挺喜欢这个，所以我很喜欢 teamwork。然后再来就是你30岁才正式出道，入行到演艺圈，一切都从零开始。被雕被教，然后要去学习。你怎么样去放下那个身段，告诉自己我可以？对我来讲，其实这个过程挺简单的，因为我在当模特儿的时候，我是有 so called top model 的那个名称，但我当演员，我就跟我自己说，当演员是新的开始，所以我一定要从零开始。我反而觉得，因为我在模特儿界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这一切，而且我是单独的，我不需要跟人家分享的。我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30岁才入行，很幸运。我的经历、思想成熟跟感情方面的处理，我觉得都已经到了一定的位置。其实有时候模特下来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因为模特的专业领域，当你去到 top 的时候，他们的自律能力是超级强的。是的，复原力是很快的。对，所以事业现在对你来讲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排行第一吗？其实我必须说，事业从来都不是我的第一位。什么是在当模特儿的时候也不是，我一直都很想要有一个家，这个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然后我私生活，然后我的安全感，我的幸福，对我来讲永远都是第一位。OK， 那你很清楚知道，最起码你是一直在找爱的女孩子。是，可是可能因为在你年轻跟童年的岁月里，稍微有一点颠簸，不确定，没有安全感，所以造成徐拉在她30岁的时候，因为心理的空虚去找了心理医生，自己也成了一个就读这个心理咨询的一个学生。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旅程，让你去找回自己？因为从小我觉得经历了很多东西，我一直都很想找寻答案，但我都找不到。然后是一直在感情方面跌跌撞撞之后，我才觉得 OK， 可能问题出现在我身上，因为在不同的伴侣身上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结果都会是分手收场。
然后就觉得问题会不会是在我身上呢？然后我就想去找答案，我就决定去看心理医生。大致上的答案是什么？我觉得看心理医生，它是让我更加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之后，我就知道我想要改变的东西在哪里。所以你对以前的不稳定的爱情，你说都怪自己，是因为你自己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在感情当中，你的安全感你会需要人家给你，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安全感人家给不到你的，你要自己才给得到自己安全感。比如说这个就真的很抽象。比如说你的伴侣可能今天跟你说我爱你，明天没有跟你说，你就觉得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其实这个就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空虚，还有情绪不稳定。你就会想到，可能以前发生了某一些家里发生了一些事，让他们觉得我的家人不爱我，人你需要人家一直去 reinforce， 去提醒你他爱你。其实这个东西对你的伴侣来讲是很累的。不是因为伴侣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给你的信任度不够，而你对他不信任吗？我觉得是两方面的。OK， 我现在我能够成熟的说是两方面的，但我年轻的时候我会是觉得是人家给不到我，我没有发现问题在我身上。所以在最夸张的时候，就是说你曾经对爱情产生了非常暴力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那时候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生气到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来表达，我就开始咬自己，然后就咬我的那个伴侣对方，然后就拉头发那种，就那个是最巅峰的时候，很可怕。那个也是让我觉得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所以你最后就把自己已经碎掉的希拉拼拼凑凑，再把自己组织起来，把每一个问题原因把它集中起来，去探索以前是不是有一些缺失。是过程挺长的，他也不只是看心理医生，然后我也有去学静坐，看很多不同的书，然后去上课，就很多东西啦。我觉得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后来你的这个拼拼凑凑找好，把自己的这个希拉给拼凑完整之后，你就进一步的想到要去完成你人生的最终的梦想，找到一个另一半，组织自己的一个完美家庭。因为希拉的那个恋情，她很大方的跟大家公开，就是目前这个老公是她网络上谈恋爱谈到的，特别勇敢呢。普通人都已经会觉得说不大敢相信，怕有网络这个误区嘛。是你又是一个大名人哦，你怎么会去网络上？你需要吗？你没有社交吗？你没有圈圈可以认识到异性吗？有啦，可是就是认识我的人都已经是我的朋友啦。我不是很喜欢人家透过另外一个朋友来认识我，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I want to know Sheila Lee。Like Sheila model right, like Sheila 演员 right， 他对我有一定的要求，可能要求我是长得怎么样子，还是什么什么，可是我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我平时的我不会是这个样子出现的，你知道我在家里是穿 pajamas 的嘛，而且去 event， 我们很多人都是去 event 认识人，但去 event 我更加漂亮，对不对？更加美浓妆这样子出现，我更加不想在那个时候认识人，所以唯有我就觉得可以要上网是不需要见面的嘛，就可以先聊天。所以当初你是靠你自己什么样的判断力，觉得你现在认的老公是可靠的？很好笑，通常上网哦，你都不会把 full name 放在就是那些 app 的，你会放假名。来，你放什么？神。OK， 我没有在骗人，但我也没有把全名放出来。OK， 为什么不要放真名假名？因为这样人家就可以去 research。哦 ，OK。所以我的老公就是很单纯的，他一来就是放真名，他没有假。你怎么知道他的是真名？因为我去 Google。It's real。好快，你很着急吧？我都要女人的心机做不完。我很小心，因为我是艺人，所以我一定要保护自己，我会做好所有的 background research， 我才会跟他就是进一步的聊天。所以他刚开始认识你，他不知道你是谁。他不知道，他讲他不知道啦，他可能到现在还在骗我嘞。我女人真的啊。所以你跟他认识的时候是网络上谈话几次才见面，还是知道你是谁才见面？其实我们的整个东西都很迅速的。我们聊天之后，通常我有一些人，我跟他们聊天2个月就不了了之了，就我不会这么快给他们电话号码。但
跟他就很奇怪，当天聊他就问我就很一般的问题，来你今年几岁啦？你做什么的？我跟他讲 ，Can I don't tell you now？ 这个人很 secretive， 什么都不能讲。他后来有跟我说，他有觉得我的工作是不是那种见不得光的，但是他不想跟他讲。可是他的什么语气跟他的什么特点，让你想要跟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保留这个通话？当然是他好看呐，他的照片是真的啦，他的照片是真的，我的照片也是真的。他真的认不出你。我放一些很一般的照片，就是很邻里，就是很 normal 在吃饭啊，就没有什么化妆的那些照片。OK， 长得好看，然后就继续聊，然后聊天之后就发现，其实他蛮健谈的，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你记得吗？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讲，我很爱讲话的。然后我这 message 他就会马上回复，我 message 就马上回复，就哇，这个 tempo 太适合我了。你不怕是 part 2的时候才有这样吗？所以就要等到 next level 就打电话。OK， 打电话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我是在凌晨2点打给他的。我是去 clubbing 之后喝醉酒，打电话给他，装到，他接电话就 hello， 嗨，我就有点嗨，我就嗨，这样 you not sleeping yet 啊 ？No， 这样子，我们的 conversation 是这样开始的。I think 讲了2个小时。第一次聊天就聊了2个小时，我 next day 起来我完全不记得，然后他就还 message 我，他说，You say today you call me and show me the other side of you， 就我就打电话给他，就这样子，我们又聊了6个小时，我们6个小时，我们真的每一天聊天都是几个小时这样子的，就都还没见面，所以就5天后我们就见面了。5天后见面，见面后就知道你是谁了。那时候我也是已经跟他说了，第3天我就跟他讲我做什么的。然后他其实一开始他有一点抗拒，因为他是一个蛮低调的人，所以他觉得跟演员谈恋爱是需要很高调的，他不喜欢。认识多久之后？我们网上认识之后，6个月后他就求婚了。你就马上答应了？我就答应了。那时候 Albin 还跟我说：“你很急咩？你等不及这么快就 say yes。”不过我觉得。就遇到好的，就不需要等这么久。你怎么样确定他就是好的？这6个月当中，他做了什么？我们第一次去旅行的时候是去印尼去爬山，哇，那个实在太晴天霹雳，那个山好难爬的。但是他那时候拉到背，拉到他的屁股，拉到大腿，可是他还是一一的先照顾，都还没有再关心自己。所以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天气爬到山上的时候很冷，我带不够衣服，他都会把他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然后帮我拿水、拿包。我就觉得这个男人是可以依靠的。就是要测验一个男人，可能带他出国之后来一些极限挑战，看他会不会用命来照顾你。是，而且我觉得要看一个男人也是很重要的地方，是要看他跟家人的关系，还有他身边的朋友，我觉得都合格。然后你就很快速的哦，你是6个月求婚吧？求婚，1年后结婚，结了婚2年后才有小孩。所以现在徐拉的女儿叫雷了。初当人母的滋味是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那个要求很高，我会一直担心自己不够好，情绪那时候也很不稳定，因为刚刚生小孩，荷尔蒙失调什么的，就那段时间其实还挺辛苦的。那老公有没有曾经给你些什么样的话，让你觉得 OK， 这个鼓励是相当重要的？他每天都有其实直到现在 ，For example， 生完小孩，身体还瘦不下来的时候，可能家人的一些不小心会讲错话，你肥了吼。For example， 我老公就讲什么肥，人家刚刚生完孩子他就会去骂人。可是他这些东西，他就会让我觉得他很在乎我的心灵健康。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奶量不多，我很紧张这个东西。等下就讲，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暂时性的。如果你 fast forward 1年后、2年后，他健康就好了，对不对？你不需要这么坚持这些东西。可是 you try our support you， 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我都会支持你。他每次都会这样跟我讲，所以我都觉得能够很放心的在他的怀里，就我觉得很安全。是，那或者说要寻求长辈的看管、帮忙照顾的时候，你觉得要怎么样的一个去沟通会更加好？那时候我要
拍戏的时候，我就真的需要有人帮忙，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很久，我们就说要不要 send 去 infant care， 还是要叫家人来帮忙，我们就决定 OK 叫我妈妈来帮忙，我们就约她来我的家，连我跟我老公和她就坐下来 family meeting， 就要约法三章。跟母亲的关系听说也是变得逐渐在改善，好了很多，好了很多。也都是因为全部当妈妈的原因吗？我觉得，因为我看到她对我女儿的爱，的疼爱，怎么疼呢？怎么疼这个孙女？超夸张的。那你来的时候就会一直 kiss 她，一直抱她，因为教育的东西就会读书给她听啊什么的。所以你看了都很窝心，觉得可能把那个爱啊就隔代放在你的孩子身上。是，而且我也觉得，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像我像她，就其实心里面很有爱的人。她错过了这个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当我的妈妈。我觉得现在能够当婆婆，就是一个给她重新有一个照顾小孩的机会。是，然后我知道，因为你后来有回去拍了一部戏，就是第一次离开孩子，成为职业妇女，那时候对你来讲是很挣扎。听说你在家里放了 camera 什么，全部准备好，一直在看 CCTV。因为周末我妈妈是不来的，我老公在家，刚好那天我的工人放假，就只有我老公独当一面。我们很紧张，我们几个礼拜前就很紧张。然后你在外面拍戏，我在外面拍戏， OK 我老公就带着 carrier 抱着他在客厅走上走下，我已经走了200次吧。因为我拍戏，我就把手机放下来，就去拍，拍完回来 check 他还在走，然后放下手机回来他还在走。baby 不睡觉就对了。他就一定要哄到他睡觉为止。后来我回来，他就跟我讲，刚才 baby 在床上哭，他躺在地上陪着他一起哭，像我很无助。I don't know what to do。I know 他肚子饿，他又不喝奶，我懂他很困，可是我又放不了他去睡觉，我很无助，我不知道要怎么好。就是现在孩子是离不开你的手啦，差不多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所以现在老公照顾孩子是越来越上手了，非常。我老公现在很棒，会带孩子出去玩会啊。所以他周末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很睡啦，他都会说让我休息，让我睡多一下。然后所以你很放心交给老公。他会抱着就 carrier 抱着小孩，然后这里他的肩膀的那里就夹一个风扇，夹一个风扇，好棒哦！因为他怕女儿很热，他就带女儿去巴沙买早餐回来给我吃。那这样我就可以小睡一下。对于老公的这些付出，你是感动的。非常。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对老公表达谢意跟那个保持爱的温度？很多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灵搞好。我们都会沟通，沟通很重要。我这一集的大纲就叫沟通很重要。OK， 我们都会一定要聊天，睡觉前也好，或者在吃饭的时候也好，就一定要找时间聊。我觉得婚姻真的是要经营，所以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可以进步。所以我们节目当中这边有一个小小礼物要送给徐乐哦 ，OK， 对，在那里。什么呀？哇，这么大盒的也没有，当然你就是针对你个人的喜好，你可以谢谢收下来。这个是节目制作组特地送给你的。等一下，你拿来啊，先等一下啊。 Oh my god， 是我给老鸡吗？这是他没有看这个，他就很开心可以讲话了，可以讲话，可以沟通，可以沟通，他已经不在乎这个了。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爱讲话嘛，爱讲电话嘛，所以我们让你女儿拥有第一支walkie talkie， 真的假的？真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熊熊，然后可以录音60秒，就是给蕾拉的一个玩具，然后可以录下妈妈的声音。哇！那我们本来是觉得说，我们想说你要录下一段话，然后如果真的有出去做工还是什么，这个可以陪一下蕾拉。但是现在我们希望你现场就录一段话。你想跟你女儿讲的一段话，英文的，我是呀，因为我每天晚上其实睡觉前，我都会跟她重复讲同一段话。哦，你不要聊天呢哦，这个不是聊天60秒 OK 的，60秒。No matter how beautiful a day or how awful a day,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be positive about and to be grateful about. Because no matter what, the sun always rises and the sun always sets. The glass can be either half full or half empty. Happiness is a choice. Choose wisely.
这个是徐拉在这个熊熊当中录给他宝贝女儿的第一段话，也是公开给我们听的。然后希望雷拉她能够哇，这个礼物太好了，谢谢。是吗？是。希望你之后人生的这个旅途能够，我觉得能够心想事成，然后做个爱自己的人，然后好妈妈、好老婆。最重要是，我们还是很期待能够看到你最精湛的演出跟作品。谢谢徐拉，谢谢。谢谢今天陪了我一整天。然后那个 walkie talkie 是真的是跟你开玩笑，没想到你特别喜欢。这个是真的开玩笑的，没有要送我的。哇 ，Stop recording 了是吗？我要讲，那时候我每次看节目，连收工的时候都会送礼物。我想，如果我不喜欢那个礼物的话，会不会很假啊？会怎么办啊？我是喜欢的。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